完了，你什么你也没有来，哎，妈的，站在这里都没办法了。你人在现在根本不对。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不久前在武汉市街头发生的一幕：一辆出租车到一个单位门口去接人。这单位门口的保安呢，可能认为这个出租车挡住了大门口的位置啊，就让这出租车往后退。结果叫了2声啊，没反应。于是呢，这保安呢就到这个出租车的窗户那儿，想跟司机打个招呼，让这出租车往后倒。妈的，站在这里都没办法了。你人在现在根本不对。哎，他怎么窗户要？我估计当时的一个保安心里肯定比较崩溃啊，是不是见到鬼了呀？人走开还不行啊！走开，走开，走开！他你今天还不走，知道不啦？哦，你今天不走是吧？对，他起码是你有目的。话说最近一段时间，在武汉市的大街小巷啊，有300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啊，开始了正式的商业化运营。它的名称呢叫做萝卜快跑。这个萝卜快跑呢，你只要通过叫车软件就可以叫到现场，然后呢，你只要输入到你手机的后4位号，你就可以上车了。好，激动哥，兄弟们来了啊！无人驾驶的汽车，一个人都没有。这怎么上呢？家人的这个。哦，这边输入手机后4位。哎，开门了。哦，前面不让坐，只能坐后面啊。这边好干净啊，里面还有屏的。那么到了后排之后呢，你只要点击一下那个屏幕上的开始行程，你这车就可以开了。哎，怎么走嘞？他咋不走啊？哦，这里看，上来之后点一个开始行程。哇，10分钟。兄弟们，无人驾驶技能看前面一个人都没有啊！哦，好快呀他！跑得好快呀！刚才吓我一跳，起步的时候。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如果你要是不交钱，这车门还打不开，就自动闭锁。所以啊，它是非常之方便。而且呢，由于啊，这不管你的路途远近，它都不会拒载，因为你叫车软件只要叫它就来嘛。你来之前呢，车里的空调都给你降温降好了，所以呢，很受市民的欢迎。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人拍了类似的这种乘坐无人驾驶的影片啊，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到网上看一看啊。你看这个自动驾驶查酒驾怎么办？要不要查个酒驾？要啊，要啊，那就可以交易。看这个车一直停在这儿啊，然后自动驾驶车做了一个判断，然后它进行超车。好，超车，现在我操，他一脚踩停了，因为检测到这儿有一行人啊，他一脚踩停了，包括左前方也有一个车并进来，看看他啊，这车让咱们了，他继续往前行驶。好，进入右侧的车道。这个萝卜快跑啊，武汉市市民呢管它叫做勺萝卜。勺字啊是武汉市的方言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傻的意思，就是笨的意思啊。武汉市方言里头骂人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就跟扫活，就跟你个扫活，你个扫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个笨蛋。他们为什么管这个萝卜快跑叫扫货呢？叫扫萝卜呢？是因为这个萝卜快跑开车太规矩。因为大家都知道，武汉市出租车开车啊，那是都是把出租车当做 F1 赛车来开呀，那就是有缝要钻，没有缝也要硬往里钻呐。那交通规则不存在的，是吧？这是武汉市市民呢对出租车司机的一个印象啊。但是呢，这萝卜快跑呢，完全颠覆了这个印象，因为他们没有人驾驶嘛，所有的驾驶规则全都是按照交通规则设定的。那你想想，交通规则，别说武汉市的出租车司机了，武汉市一般的司机啊，也把这个交通规则也不当回事儿啊。你就比如说并线的时候吧，并线的时候你要打一个并线灯，等别人给你让出一个位置，你才能进去。那么于是到并线的时候，这萝卜快跑啊，就打一个并线灯。但是你一想想，武汉市的司机会给这样一个打并线灯的这个车去让路吗？不会的，一般看到这种情况下，都是一脚油门蹬上去，让你在那等着，他就不让你进。
所以这萝卜快跑啊，经常呢并线的时候一等就等5分钟，等8分钟进不去，所以武汉市市民就管这个萝卜快跑啊叫做扫萝卜，说这是一个缺点。这个扫萝卜要进主道，这无人车他过不去，他一直等啊等，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没有人让他。他等左边车，但没有人让他，他就出不去。后面车着急呀。不过要我说啊，这个缺点其实还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武汉市的这个司机啊，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就是你要如果好好开车的话，你是没办法开车的，你是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的。但是呢，萝卜快跑的加入啊，它有可能成为改变武汉市汽车司机驾驶习惯的一个开始，所以这真不是一个缺点，在我看来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萝卜快跑的价格特别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呢？据现在打车的人说啊，它是10公里啊，它是4块钱到18块钱，那正常的出租车呢是10块钱到36块钱，那你想想，这价格比正常的出租车司机还要便宜1半以上，所以啊，很多人都说了。10公里3块9，不要买车了，真的。10公里3块9，不要买车了。牛逼牛逼牛逼！因为你买了车，将来也是无人驾驶，也不是你开，然后呢，你还养车还有成本，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只要用车，你用叫车软件，你把它叫过来，然后呢，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价格又这么便宜，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呢，这个萝卜快跑啊，在武汉市上市以后呢，确实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啊。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车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便宜。10公里的路程花了我13块多，这是什么价格？这是拼车的价格，就太便宜了。这萝卜快跑啊，是由百度公司开发的啊。百度啊，不用我介绍，大名鼎鼎，臭名昭著啊。这百度公司最早在国内的时候是做这个搜索引擎起家的。这搜索引擎它怎么盈利呢？它就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做竞价排名。也就是说，谁给他钱多，他就把这个搜索的位置啊放到最前面啊。他在国内呢，就跟这个骗子医院莆田系合作啊，只要你给钱，他就给你放在最前面嘛。你比如说你治疗什么性病啊、糖尿病啊，但实际上那些医院根本没有治疗的能力啊，就专门坑钱的、骗钱的。所以你要信百度的话，你轻则失财，重则丧命。那最著名的魏则西事件就是百度干下的罪行之一啊。但是啊，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说一个人一辈子干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干一辈子的坏事不干一件好事，那就比较难了啊。这百度公司啊，虽然是干尽了坏事，但是呢，他也有可能一不小心干好事啊。那干的好事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萝卜快跑啊，就算是其中一件。据百度公司的 CEO 啊李彦宏讲啊，他们搞这个无人驾驶从10年前就开始发力了啊。这无人驾驶技术啊，它有个前身性技术，就是地图和导航。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地图和导航技术，你是没有办法搞无人驾驶的。而百度很早就布局了百度地图和百度导航。我在国内的时候啊，我还经常用这个百度地图和百度导航啊，它确实比那个高德地图用起来要顺手啊。但是这个百度地图和百度导航实际上也是不盈利的。那么它真正的盈利要靠这个智能驾驶技术将来来获得市场回报。而这个智能驾驶技术一旦要是商业化的话，是非常赚钱的。百度地图呢，也率先把视觉感知大模型应用到了制图领域。现在呢，全球最大规模的车道级地图数据已经上线到了全国360座城市。这意味着百度地图导航能去的地方，智驾就都能开。今年春节之后，百度的萝卜快跑实现了万里长江的第一跨。我们把服务从长江北岸延伸到了长江南岸，在武汉的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7×24小时的全天候的运营，并且呢，我们在年内会把这个武汉呢部署超过1000台的无人驾驶车辆。这是自动驾驶走向真正商业化的一个典范。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期啊，特斯拉就公布了它自己的智能驾驶软件，叫 FSD。卖一套多少钱呢？是1万美元。你要知道啊，一辆汽车现在这么竞争的情况下能赚1000美金就不错了。一辆汽车啊，但它卖一套软件
就可以赚$10,000呢，因为你是软件技术，你开发完之后啊，你多卖一套，其实这个成本近乎于零，所以你就知道搞这个无人驾驶技术本身要比造汽车要赚钱得多。所以百度很早就放弃了造汽车的计划，一门心思开始搞这个智能驾驶技术的研发。那么它这个研发最重要的，除了这个地图以外，还有一个数据收集。这数据收集就是说，你必须在一个地方，在你这个驾驶技术啊，自动驾驶技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断的去测试。那百度啊，很早就在全国各地啊，也包括海外，你说美国的加州啊，就开始申请这种测试的这个资格啊，已经测试了若干年。在北京，我住的时候啊，住在这个北京的亦庄，亦庄就是很多年前，百度就在这个地方申请啊，搞这个萝卜快跑的测试区域。当时啊，这个亦庄这个地方打这个萝卜快跑是不要钱的，免费。然后呢，这个车前嘛坐着一个安全员，这个安全员啊，一般开的过程中间他是不干预的啊，由于那个技术还不太成熟嘛，如果要是遇到紧急情况，这个安全员呢就会干预啊，已经测试了很多年。我当时啊，2年前回北京的时候，我还专门做了一次，还跟那安全员聊了聊，问他就比如说你这个多长时间会干预一次？他说一开始啊，3、4个单过程中间都要干预一次，但是后来他说，就在我当时去打这个车的时候，他说已经1天下来几乎都不怎么用干预了啊。就在这种背景下啊，2022年的9月份，武汉市率先在全国呢第一个批准了这个萝卜快跑的商业化运营，也就是说你可以收钱了。那么最开始呢是在武汉市有个叫君山这个新城，这君山新城呢是武汉市一个郊区比较远的地方啊，它的路呢比较规整，然后呢人也比较少，最早呢开始在那儿试点，面积也非常小，只有13平方公里啊。然后这2年就逐渐的扩大，现在已经扩大了武汉市所有的城区都可以运营了啊。3000多平方公里，你都能看到了百度的萝卜快跑，一共投放了300辆出租车，那么它的可接触的人数已经有了770万，这在全国呢是最为领先的啊，所以你才可以看得到，最近在武汉街头里头，大家经常在议论这个萝卜快跑啊。大姐认不认识那个什么车啊？你认不认识啊？我坐过的。你坐过的？嗯，你真坐过的，大姐？真的呀，坐过的呀。据百度自己公布的数据啊，这300辆出租车啊，每天在武汉市的运营里程已经达到了10万公里，每辆出租车的单日客单量已经达到了20单。他们宣布啊，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萝卜快跑在武汉市就会做到盈亏平衡。到2025年的时候啊，萝卜快跑在武汉市将正式进入到盈利时代。这也是全球范围内所有的无人驾驶汽车的公司里面第一个进入到盈利时代的公司。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啊，你想一想，出租车这个行业里头最大的成本是什么？其实就是人力成本。你就比如说一辆出租车啊，2班倒，一个人干12个小时，那每个司机1个月的收入怎么也得到5、6千块钱吧？那么2个司机的工资加起来就是1个月1万块钱以上的人力成本。但是呢，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成本完全省了，而且现在无人驾驶汽车的单车采购价已经降到了20万块钱。所以未来啊，就是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取代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应该说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好，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充电桩都是无人驾驶啊，烧萝卜现在在充电啊，全是烧萝卜啊，24小时作业啊。那对于很多出租车司机来说，那就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啊。据武汉市的出租车公司讲，最近一段时期内，很多出租车司机就不干了。就在上个月啊，武汉的一些出租车司机啊聚集在一起啊，到市政府门前啊去游行、去散步。他们要向市政府反映啊，说要限制无人驾驶出租车司机的运营时间，晚上10点钟以后你才能运营。如果你白天就这么24小时的运营的话，他们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说，给这个出租车司机啊一条活路吧。话说得非常非常的悲惨啊，非常凄惨啊。出租车这个群体啊，说句心里话，确确实实蛮令人同情的。因为呢，他们劳动强度比较大，然后呢，收入也比较低，工作呢时间也没点儿，所以呢，它是一直是属于这个社会中间，怎么说，就是社会低收入群体中间比较令人同情的一个群体。而且在过去几年啊，他们一直在受到新技术的不断打压。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啊，滴滴上市的时候啊，在全国就引发了一轮出租车司机的抵抗。为什么呢？因为滴滴啊，这个网约车上台之后呢，
就对这个出租车行业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国家的出租车一般来说分为2种体制啊，一种呢是公司制的，公司制的这个司机呢，你要给这个出租车公司交份儿钱，交完份儿钱之后，剩下的钱才是你的啊，这是一种承包制啊。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出租车本身就是你买的，你买一个牌照挂靠到一家出租公司啊，然后你就可以运营了啊。那么对于后一种的出租车司机来说啊，面对网约车的冲击啊，尤其悲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牌照啊，当时买的时候价格都不菲啊。你比如说天津一辆牌照当时卖到50-60万呢，有的城市甚至卖到100万呢。那么当网约车进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这些出租车的牌照一夜之间就贬值了。我当年在天津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这个网约车刚开始进入到天津市场的时候啊，很多网约车司机一看50-60万买的这个牌照，一夜之间变成20万的卖不出去了，怎么办呢？有的人都是卖了房子才买的这个牌照啊，不但开出租车想挣点钱，还指望牌照增值赚钱呢。现在呢，不但没有增值，相反一夜之间跌掉了一大半。于是他们就把政府给围起来了，要求政府管这个网约车。但是没想到，现在不但网约车没管住啊，又来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你想想，你这个出租车司机，你再去辛苦去跑，你能竞争过这些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吗？所以有人现在已经预言了，出租车这个职业啊，在10年之内很快就要消亡了。司机这个职业甚至在很多年之内也会消亡了。这真是一个科技时代啊，即将给我们带来的图景啊！您要是相信我，现在手里的出租车、网约车，赶紧往外抛，兑现，换成钱。看武汉那个无人驾驶那个萝卜快跑那网约车，现在试运营，等过个2年3年以后，试运营结束，全国投放，所有的出租车、网约车都将倒闭，都将失业，都砸手里啊！赶紧兑现，听我的没错。大家不要认为这仅仅是武汉呢，就在最近呢，上海、深圳也包括北京啊，纷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开始允许百度的萝卜快跑在这里进行商业化的运营。而北京市还专门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关于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这么一个管理条例。这个管理条例啊里头规定啊，说你这个出租车现在都是 L4级的自动驾驶技术吧，所以你不能完全没有人管，你在后台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安全员。这个安全员既可以在你的车前面坐，也可以在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就是说，遇到复杂道路的情况啊，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处理不了了，你必须主动干预啊，这是一个前置条件。其实，在武汉市也有这样的规定啊，就是每3台汽车都有一个安全员在后台，就现阶段的无人驾驶技术啊。第二个，他对这个无人驾驶啊，这个汽车一旦出了交通事故啊，责任怎么划分，做了规定。如果你是人主动介入的情况下，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的责任界定啊，就按照我们过去的道路交通法来划定。如果要是没有人介入的情况下，就是自动驾驶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车的责任如果要是属于出租车的，那么呢，它就由出租车的所有者或者是管理者来承担。这个在全国呢也算是首例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啊，就是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在全国各地的大城市，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将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啊，迅速的铺开。那么它会带来什么影响？那这个影响可就大了啊。首先是出租车行业啊，在全国加起来啊，据说有500万以上的就业人口。这500万以上的就业人口马上就要面临下岗和失业，因为这个职业可能以后就不再需要了。紧接着，全国还有1300万的滴滴的网约车司机，这1300万的网约车司机啊，估计也要失业。那么这明摆着是用科技去抢司机的饭碗。科技的背后是资本，那么司机的背后可是一个个普通的家庭呀。不只是在武汉，那么肉眼可见的速度，到处都在推广无人驾驶出租车，这好像成为了一种趋势。有人支持科技改变生活，认为有些传统的行业就应该被淘汰掉，但是就当前的就业趋势，应该适当的保护和稳定底层的就业岗位啊。科技应该是改变生活的，而不是让老百姓没办法生活。有的网友就建议，无人驾驶网约车就应该在晚上10点钟以后营业，给底层的老百姓一条活路。不但是这个网约车
和这个出租车将近2000万要失业，还有更多的人要失业。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像快递行业，快递小哥全国也有上千万的就业人口，因为美团外卖这些其实也是靠人力啊来运营的嘛，就是你从这个餐馆拿着卖就过去啊。但是现在美团外卖所开发的无人车送货系统啊，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陆续的开始推广了，也就是随着新技术的推广啊，那么这些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都将面临失业。那这个总人口啊，保守起来估算就至少有5000万，5000万呢，也就意味着啊，背后有差不多将近2亿人口的家庭啊，那这影响可就大了。要知道中国啊，一共有2亿的灵活就业人口，这些灵活就业人口啊，它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你可以看到了吗？现在这一批的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啊，尤其是 AI 产业的兴起啊，它最先替代的就是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实不光是中国啊，美国也是一样啊。因为美国特斯拉搞的那个大货车系统啊，去年不就上市了吗？这个大货车啊，那最先替代的就是大货车司机。这大货车司机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收入比较高，工作也比较辛苦。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推广，这些大货车司机也要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么这个呢，到底是福是祸呢？因为大家享受到了一个比较低价的服务之后，自然可能会有想到，那这个技术的全面推广对我们全社会来讲意味着什么？那么乐观派会认为啊，说啊，其实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的技术进步啊，可能都有人担心。你比如说马车当时被汽车所取代的时候，那么当时自动的织布机取代传统的手工织布机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社会并没有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生产效率提高了，那么闲置下来的人，最后呢创造出来了新的产业，这个新的产业吸纳了这更多的就业人口啊，于是呢我们这个社会呢就进一步的在更高水平上形成了一种就业和职业之间的平衡。但其实啊，也有一派悲观派认为，他说这一次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一次的取代是个全面取代，不是局部的。过去呢都是某一个职业消失了，会产生一些新的职业，但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到了吗？这一次 AI 技术下引导的机器人行业是对人类所有职业的一个全面取代。首先取代的可能是这些低端的劳动力啊，比如说开车的司机啊，你比如说甚至清洁工啊，甚至说这个外卖啊。但紧接着那些复杂行业也会被取代啊，比如说医生这个职业啊，现在啊，美国现在搞的这个 AI 的诊断技术啊，在癌症早筛的这个领域内已经统计出来了，比我们正常的人工的医生啊，这准确率要高好多倍。你比如说律师，那律师这个职业你要靠大量的经验累计嘛，那么现在呢 AI 创造下的这样的一个文本设计啊，已经不低于正常的律师的水平了。你比如说设计师，是吧？这设计师过去都是认为只有人类这个自己才能创造的，才能做的。现在 AI 做的这种设计本身呢，水平也开始直逼人类的这个设计水平了。甚至还有一些更加创造性的产业，比如说作曲、绘画。绘画这你只有创造才行吧？绘画现在 AI 也可以创造了。作曲，有人把这个莫扎特的作曲这个曲子啊，给这 AI 让它学习，让这个 AI 啊创作一首莫扎特风格的交响乐。这个 AI 很快就给你做出来了。据说做出来的曲目啊，现在很多音乐家听起来啊，已经难辨真伪了。所以你看到了吗？就这一次 AI 引导机器人所带来的产业浪潮，它是对人类所有行业的全面取代，而不是局部取代。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就要思考，我们人在这个市场中间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工作的价值？因为所有的这些产业可能都会被机器人所取代啊，只有那些比如说贴身服务的，你就比如说你给人做按摩的，这个你现在取代不了啊，你用机器人按摩和用人来做按摩，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比如说极具个性化的产业，你比如说玩具拍案，是不是？这个极具个性化的产业，这个让别人来说就不行，让机器人来说也不行，是吧？像这样的产业暂时还很难取代，但我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取代啊。但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一次产业浪潮
它对我们过去人类所从事的所有的职业是同时构成了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取代威胁。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们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变了。过去认为这个产业消亡了会产生新的产业，至少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途径。那么大量的人的失业，那大量的人口重新进行面临这样的一个市场分配，将会是不久之后就可以看到的。而且这里还有存在着一个问题啊，即便未来产生这样一个新的需求，这个需求也会需要较长的时间才会出现。比如说20年之后，那么你现在这批人口怎么办？现在这批失业人口怎么办？还比如说，即便产生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啊，需要的一个职业啊，也不是你现在失业的这批人可以干的，它是一个结构的错位，就是你现在失去工作的这批蓝领，可能在未来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就业机会了。但是你的生活已经定型了，你怎么适应这个社会呢？这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呢。而且我们前几天不是做过一期节目吗？有一个经济学家讲到一个被追赶的经济体，大家还记得吗？那里头讲的那个规则啊，适应什么呢？就是说，廉价的劳动力啊，在市场的组织之下，会不断的追赶发达国家，这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游戏啊，这样的一个规则在全世界各地不停的上演。也就是穷的国家，你最终可以通过自己便宜的劳动力和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制度去赶超其他国家。但是当机器人的产业兴起之后，无人驾驶的技术产业兴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游戏规则变了。为什么说变了呢？就是便宜的劳动力再也不是优势了，再也不是竞争力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过去的便宜的劳动力之所以是竞争优势，你是跟那个发达国家那些劳动力相比较的时候，你说你便宜嘛，所以你有竞争力。但是当无人驾驶技术，当机器人的这个技术兴起之后，你这个再便宜的劳动力，你能比得过机器人吗？你能比得过无人驾驶技术吗？那么今后的那些穷的国家再也没有机会去赶超那些发达国家了，你穷的国家可能就会永远穷下去。就过去的那个经济规律啊，再也不适应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标准了。别说那些穷的国家了，就是那些发达国家，他们如果不能在这一次的产业浪潮过程中间奋起直追啊，占得这个行业的前沿位置啊，可能过去他们积累了上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优势，可能也会在这新的技术的大潮面前呢，也会沦为发展中国家。现在可以说啊，拥有这个机器人开发这个产业优势的世界上就2个国家，一个国家是美国，美国不用说了啊，特斯拉。你比如说谷歌公司下面有一家公司叫挖猫啊，他们现在在旧金山也开始运营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啊，据说已经积累了260万公里里程的这样的一个积累经验。很快加州呢也在批准不同的城市开展商业化的运营。那么特斯拉呢要宣布在今年8月份要推出自己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的方案啊，因为特斯拉有自己的车主积累的是数据，它一旦进入这个市场呢，本身也会是一个搅局者啊。那么除了美国在领先之外，另外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今天的中国了。中国一方面有百度啊，有腾讯呢，也包括阿里啊，都在搞自动驾驶技术啊，也包括现在的滴滴公司也在做自动驾驶的技术的测试啊。另外一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政府啊，在这个无人驾驶这个技术推广过程中间，在全世界的政府里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和比较激进的。它能够开放这么多城市同步开始进行这个商业化的运营，那就说明啊，它在这方面拥抱新技术这方面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你相比日本，你相比欧洲这些国家，这些方面还没起步呢。那么一旦这项技术真的要是在技术上打通了，那应该说今天的这些发达国家都有可能受到巨大的冲击。我说到前面那个话题的时候，我也看到网上很多人讲了，他说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其实这个技术的进步最好是让它慢一点，比如说要考虑到这5000万的失业人口，是吧？你不是考虑这个5000万的失业人口，有可能会带来社会上巨大的社会动荡。5000万人失业了，再也没有收入了，怎么办？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发展的残酷性就在于啊，如果你通过这种方式延迟它的技术发展，但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竞争的情况下，是没有人等你的。如果你不能占领这个技术前沿啊，
将来比如说那个技术的前沿，一旦开通了这项技术，它就会赢者通吃。但是你要走上这条道路，可能不可避免的就会面临现在这些传统行业在这个技术进步的今天怎么面临竞争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啊，马斯克曾经说过，他说随着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呢，将来政府有义务啊给这个所有的国民发钱。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所有这些国民呢都被这些新技术的劳动岗位所取代的时候，他总要生活嘛，生活的钱哪来呢？就需要政府去给他们发钱。政府从企业收了税，你那些新技术的企业收了税，然后发给这些普通的国民。我不知道这条道路行不行得通了啊，反正至少现在还看不到，因为那话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到底应该如何存在都构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威胁。我们人类为什么生存呢？因为生存本身，我们人类是目的呀。这个目的本身就包含着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权利。但是当我们人类如果要被机器的劳动全面所取代，那么人类在这个社会中间不就成了一个单纯的寄生虫了吗？那人还是目的吗？甚至可能就是一个手段了，不是吗？所以这个巨大的这个哲学层面的挑战，可能我们在未来数年啊，会一日紧似一日的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风起于青萍之末啊，我能想到的是，我们作为普通人呢，在一个 AI 技术啊，在一个机器人技术不断袭来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拥抱这些技术，否则的话，面对一个日益进步的技术时代啊，我们可能随时就会被淘汰，随时都会掉队啊，真的是非常残酷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地铁口遇见一个擦鞋的小姐姐。你好，这边要擦鞋吗？不用了。我拒绝了她。前面的小哥回头看她，于是我也跟着看过去。他好像在逗宝宝开心。这擦鞋多少钱？哦，你好，5块钱一次。帮我擦一下。好，谢谢。这里大家都很赶时间，估计没人让你擦吧？对，就这边有灯嘛。哦。Hello， 你好。这是你孩子？哦，对，我孩子来了，我宝宝不是过来，只要过来这边带他过来这边看病的。他是一个基因罕见病，他就是出生的话就有了那个婴儿痉挛，癫痫发作，然后的话可能会导致终身的话就瘫痪了。去了北京3家医院了，广州的话也去了好多家了，但是的话一直在北上广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那边维持。擦鞋就是赚点生活费。能赚一点是一点吧。我出来的话，就你擦一双的话有5块钱，是吧？你擦多一双的话，可能有10块。你不出来的话，你1分都没有。